你敢相信吗？猪身上竟然藏着6大毒区，平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部位，实际上可能是毒素集中营，一不小心吃下肚，轻则高血压上升，肝肾受损，重则慢性中毒累积，让你病找上门。更夸张的是，第1名的部位毒性之强，号称比砒霜还毒，早就明令禁止贩售，但黑心商贩仍可能偷偷把它变成绞肉，端上你我的餐桌。听到这里，您是不是背脊发凉？到底猪的哪些部位这么可怕？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要用最贴近生活的方式来揭开猪身上6大饮食禁区的真相。在进入主题前，先等一下。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因为我们每周都会揭露许多不为人知的健康真相。不想错过的话，现在就加入我们吧。也希望正在观看的您能和我们互动一下。您平常会吃猪的内脏或一些比较特殊的部位吗？如果有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，没有则输入0。如果您或者家人曾经因为吃这些东西碰上健康问题，也欢迎分享在留言，我们会尽力回复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话题。很多长辈常说，猪身上哪有不能吃的，全身都是宝啊。还有人深信吃啥补啥的偏方，觉得吃猪脑可以补脑，吃猪肝可以养肝补血，吃猪腰子可以壮腰补肾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恐怕恰恰相反，有些部位不但不能补，反而可能严重伤身。现在我们就按照危险程度排行榜倒数来看看猪身上最不该吃的6个部位，最后再揭晓那个连医生都摇头堪称剧毒的第1名。请您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这关系到您和家人的餐桌安全。第6名就是猪脑。很多人可能没吃过猪脑，但在一些地方，猪脑被当成补品或美食，甚至有老人会煮猪脑汤给孩子喝，觉得能补脑提高聪明程度。然而真相很残酷，吃猪脑不但无法变聪明，反而可能伤害你的脑。猪脑里头藏着什么呢？答案是可怕的胆固醇。猪脑简直就是一颗胆固醇炸弹，它的胆固醇含量之高超乎想象。每100克猪脑含有将近2500毫克的胆固醇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我们一般建议成人每天摄取胆固醇不要超过300毫克，也就是说，区1小碗猪脑汤，其胆固醇含量可能等同于您1周甚至10天的建议总量。长期吃猪脑等于把胆固醇直接塞进血管里，日子一久，血管壁上就像长水管沟一样，慢慢堵塞变硬，到头来不是变聪明，而是可能迎来高血脂、动脉硬化，增加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。真是吃脑不成补脑，反而伤脑又伤心。更严重的是，猪脑还隐藏其他危机。首先，它和所有猪内脏一样，嘌呤含量极高，也是诱发痛风的高风险食物。痛风患者要是吃了猪脑，可能马上引发关节剧痛，对一般人来说也会提高尿酸负担。再来，猪脑还可能带有病菌和寄生虫。想想看，猪也会得脑炎或感染寄生虫。如果猪脑没有煮熟，那猪脑里的沙门氏菌、猪囊虫等就可能随着这道补脑汤跑进您体内。在最糟糕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引发肠道感染，甚至寄生虫跑到人体脑中作怪，危及生命。所以猪脑这种东西听起来很补，但风险实在太大，难怪医生都建议高血脂、心血管疾病、痛风这类高危人群，还有孕妇、小孩，千万别碰猪脑。就算是健康的人，1-2个月吃一次解解馋也就够了，可不要把它当日常补品。第5名就是猪肝。很多人对猪肝又爱又恨，爱的是猪肝的营养价值丰富，铁质、维他命 A 和 B 族维生素都很高。民间还流传吃猪肝补血明目的说法，不少坐月子的妇女、贫血的人都会适量吃猪肝补养身体。然而，猪肝可也是猪身上毒素最集中的器官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肝脏本来就是身体的解毒工厂，猪吃进去的饲料、药物，甚至环境中的污染物，大部分都要经过肝脏代谢处理。肝脏把毒物分解是没错，但有些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无法完全排出，就可能残留蓄积在肝脏本身。
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，动物肝脏常常是环境毒素的蓄水池，有检验数据让人触目惊心。市面上抽检的猪肝中，大约有将近1/4被验出重金属含量超标，而且某些猪肝里的有害物质浓度竟然是普通猪肉的数十倍之多。换句话说，您吃下一份受污染的猪肝，就等于吃下好几十份普通猪肉的毒素含量，这多可怕！猪肝里常见的残留毒物，包括重金属铅镉，还有可能来自饲料或兽药的化学残留。举例来说，如果饲养环境水质或饲料中有重金属，猪肝会富集这些物质。长期吃受污染的猪肝，轻则伤肝肾，重则重金属中毒，甚至可能有致癌风险。另外，猪肝本身胆固醇含量也不低，饱和脂肪也多，吃多了对心血管不利。而且猪肝同样是高嘌呤食物，痛风患者过量食用也可能诱发发作。再谈谈病毒细菌，猪肝若没有煮熟，带来食物中毒的例子并不少见。2015年，日本就下令禁止餐厅供应生猪肝，因为有人吃生猪肝感染了致命的戊型肝炎病毒，猪肝也可能带有沙门氏菌等病菌，得确实煮熟才能安心。但就算煮熟了，病毒细菌或许杀死了，重金属可不会消失啊！这些潜藏的危险往往无法用肉眼辨识。前阵子就有一则新闻，一位老先生每天喝猪肝汤补身体，1年下来检查发现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10倍，把医生都吓了一跳。原来他买的猪肝来源不明，里面的重金属严重超标，可见我们一般消费者很难判断哪些猪肝干净安全，哪些暗藏毒素。所以医生也提醒，猪肝再营养都要适量，偶尔吃来补铁可以，但千万别天天吃，顿顿吃。尤其老人家、孕妇、小孩更要慎重，宁可选择其他安全的食材替代。补铁也好，补维生素也罢，都有更好的来源，没必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冒这个险。第4名是猪腰，也就是猪肾。有人可能不爱吃猪肝，却偏偏对腰花情有独钟，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，认为猪腰能壮阳补肾，把猪腰当进补佳品。其实猪腰子的风险一点都不比猪肝小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猪的肾脏是身体的过滤器，平常负责把血液中的废物和毒素过滤排出。假如猪在饲养过程中接触了重金属、农药、塑化剂等，肾脏也很可能累积这些毒物。另外，万一猪本身肾功能不好，很多代谢废物就会残留在肾脏组织中。可以说，猪肾就像一个吸满毒的海绵，尤其对一些养了好几年的老母猪、公猪，肾脏里的毒素沉积会更多。曾有营养师指出，如果担心内脏的毒素残留，猪肾的风险其实比猪肝更大。除了重金属，猪腰还可能残留不少药物、代谢物和激素。一些集约饲养场可能会给猪打生长激素、抗生素等等，这些东西有一部分也会通过肾脏排出。您敢保证吃到肚里的腰花没有一丝药物残留吗？更别提猪肾脏本身也属于高胆固醇、高嘌呤的内脏类食品，对心血管和尿酸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很多人可能对吃猪腰最大的感受是那股骚骚的腥臊味。对，没错，那就是尿骚味。因为肾脏里布满了尿液通过的肾小管，就算厨师再仔细的去腥处理，也难免残留一点味道。说白了，您在吃腰花时，其实就是在品尝猪的排泄物啊。这听起来有点恶心，但绝非危言耸听。如果清洗不干净，更可能把猪体内的尿素、尿酸等代谢废物一起吃进肚子，让您的身体替猪再过滤一次毒。曾经有一位王先生特别喜欢吃酱烧猪腰，每周都要来上2腰，滋补一下。结果才40多岁就查出尿酸爆表，痛风时都长出来了。医生问起他的饮食，一听他狂爱腰花，马上就摇头叫停。各位朋友，千万不要学这种壮阳的偏方了。吃再多腰花不会让您变年轻，反而可能让您的肾脏先提前报销，关节痛得下不了床。健康的补肾方法有很多，真的不用拿猪腰子开玩笑。第3名是猪肺。可能有人从没见过猪肺长什么样子，其实猪肺颜色淡红偏白，质地海绵状，一只猪肺摸起来软绵绵的，里面布满了小气孔。正因为结构特殊，猪肺可是著名的灰尘收集器。我们常看到猪喜欢拱土，把鼻子拱进泥地里找东西吃，这时候
大量灰尘、细菌就被猪深深吸进肺里。还有饲养环境如果通风不好，猪舍的粉尘、氨气都会大量沉积在猪肺内。有人体会猪肺就像吸尘器的滤网，用久了里面全是黑的脏东西，其实一点也不夸张。据一些屠宰场员工分享，他们在清洗猪肺时，会从气管灌水反复冲洗，那流出来的污水又黑又脏，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泥沙尘埃都藏在肺泡深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就算猪肺表面看起来干干净净，其实里头可能早就积满了猪生前呼吸时带进去的脏东西。除了灰尘泥垢，猪肺还可能潜伏着各种病原体，像是结核病菌、支气管炎、病毒、寄生虫、囊虫等等。猪如果得过肺炎或寄生虫病，它的肺部往往会留下病灶。有经验的人买猪肺时，常常可以看到肺叶上有白色硬结或斑点，那可能是猪过去感染疾病的痕迹。不良商家可能不在意，照样把这些病变的肺卖给消费者。虽然猪肺在上市前会经过检疫，但难保没有漏网之鱼。如果吃到了有问题的猪肺，直接的后果就是可能食物中毒或感染。几年前就发生过一家人吃了没彻底煮熟的猪肺汤，结果全家上吐下泻，送医急救的案例。所以猪肺这种东西真的不建议各位轻易尝试。何况猪肺的营养价值也不高，既没有特别丰富的优质蛋白，口感还略带腥臭味和怪味。为了那一点点口感上的新奇，冒着细菌感染和吃灰尘的风险实在不划算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猪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吃它就等于把猪生过病的痕迹往自己肚子里送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猪本来是很能吃苦耐脏的动物，连它的肺都脏成那样，我们人的身体哪受得了这些东西？因此医生也提醒，有呼吸道疾病或免疫力差的人，千万别吃这类来路不明的猪肺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第二名是猪大肠。说到猪的大肠，不少人应该都是又爱又怕。爱的是大肠如果煮得好，那叫一个香 Q 入味，像卤大肠、九转肥肠这些菜可是很多人的心头好。怕的是处理大肠实在不容易，那骚臭味光闻就让人退避三舍。其实这正说明了猪大肠的本质，它就是粪便的通道和储存所，再怎么洗也永远带着一股排泄物的气息。民间有句俗话，翻过猪肚就是屎。严格来说，猪肚是胃，不是大肠，但猪大肠头连着盲肠，确实是猪排出粪便前的最后一段管道。我必须坦白讲，猪大肠可能是猪身上最脏最恶心的地方之一。大肠内壁布满褶皱和黏膜，就算用大量清水、面粉、醋反复清洗，也无法保证把残存在缝隙中的细菌和脏东西全部带走。有些猪大肠买回来，一煮沸还能煮出黄褐色的脏泡沫，那就是所谓肠泥，也就是残存的垃圾。猪大肠最大的风险就是细菌和寄生虫。猪的大肠里带着无数对人畜有害的细菌，例如大肠杆菌、沙门氏菌、李斯特菌等等。如果清洗或烹煮稍有不彻底，这些病菌就可能随食物进入人体，引发严重的肠胃炎，甚至败血症。还有猪身上常见的一些寄生虫也爱寄生在肠道，比如猪蛔虫、鞭虫等，它们的卵会粘在肠壁或存在粪便中。如果猪大肠处理不干净，这些寄生虫卵一样可能跟着跑到您的盘子里。试想一下，您夹起一块卤大肠，可能肉眼看不到的缝隙里就藏着几百颗猪蛔虫卵，您一口吃下，这些卵在您肠道里孵化，光是想想这画面就让人直冒冷汗吧。而且有些细菌毒素和寄生虫的囊卵对高温还有一定耐受力，不是随便炒煮就能完全杀灭的。常有人觉得自己明明把猪大肠炖得又熟又烂了，吃完却还是拉肚子，原因可能就在这里。除了病菌，猪大肠还含有大量脂肪和胆固醇。毕竟猪大肠外面裹着厚厚一层肥油，俗称肠油，很多人觉得肥滋滋的很好吃，但您吃进肚的同时也摄入了惊人的油脂和胆固醇，长期下来对心血管和体重都很不利。可以说，猪大肠是在美味和风险两端拉扯的一种食物，爱它的人一口不嫌臭，不爱的人一闻就作呕。但不管您是哪种人，都请记住，
猪大肠确实是个细菌与寄生虫的温床，除非处理得非常干净并长时间高温煮熟，否则最好还是别冒这个险。若实在嘴馋想吃，也请选择信誉好的店家，自己在家烹调更要非常注意清洁和熟度，毕竟一不小心闹肚子，上吐下泻就麻烦了。终于来到第一名，猪脖子的淋巴肉，这可是猪身上最骇人听闻的部位，号称比砒霜还毒一点也不夸张。很多人可能没听过淋巴肉是什么，其实它指的就是猪脖子两侧和下颌附近的一些肉块，里面含有大量的淋巴结。有的地方也称这种肉为槽头肉或花子肉，因为剖面看起来坑坑巴巴，带着许多白色、淡黄色的小疙瘩，就像长满花斑一样。那些疙瘩可不是肥肉哦，那全是猪的淋巴结。我们都学过，淋巴结是免疫系统的重要部分，相当于身体的垃圾处理站，专门用来过滤和消灭细菌、病毒等有害物质。也就是说，猪生前身上那些最肮脏、最有害的病菌和化学物质，很多都被淋巴结截留下来了。所以淋巴肉其实充斥着各种毒素、病原，还可能有重金属、致癌物在里头累积。不管您怎么烹煮，高温也好，加姜加酒去腥也罢，都无法把淋巴肉变干净。重金属例如砒霜、极砷这类毒物不会因为煮沸就消失，某些顽强的病毒、细菌也不一定能完全被杀死。吃下淋巴肉，轻则可能拉肚子、发烧，重则可能引发中毒或慢性疾病。也许有的人肚子比较厉害，吃一两次淋巴肉没发生什么事，但长期吃这种肉绝对不健康。可以说，猪的淋巴肉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东西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国早就明令禁止屠宰场将淋巴肉流入市场，一旦查到贩售淋巴肉，轻则罚款，重则吊销执照。按照规定，负责任的猪肉商在分解猪肉时，应该把所有可见的淋巴结都剔除丢弃，不允许残留在可食用肉块上。然而，总有些黑心分子为了牟利，罔顾食品安全，把这些本该扔掉的毒肉偷偷卖给消费者。前阵子就爆出一个轰动的新闻，某食品厂居然用廉价淋巴肉来冒充梅菜扣肉里的五花肉，做成冷冻料理贩售。梅菜扣肉大家都知道，是一道传统名菜，正常应该用上好的带皮五花肉来做。然而，那黑心厂商把成本压到最低，竟以次充好，用猪槽头淋巴肉取代好肉。消费者吃不出差别，还以为捡到便宜，谁知道吃进嘴的是剧毒垃圾。这件事被曝光后，民众一片哗然，相关单位立刻查封了工厂。更让人傻眼的是，该工厂的负责人自己坦诚，淋巴肉我们自己是不吃的。你看，连黑心老板都知道这东西不能入口，但他却昧着良心卖给消费者，实在可恶。除了梅菜扣肉事件，我们还要当心市场上一些绞肉和加工肉品，因为淋巴肉卖相差，很容易辨认，但如果不法商人把它们搅碎，搅进廉价肉馅，做成包子馅、饺子、肉丸、香肠等，消费者一般就无从分辨。尤其是那种特别便宜又没有品牌标示的速冻水饺、肉圆、肉松之类，大家购买时可要睁大眼睛，千万别贪这种小便宜。在买肉这件事情上，便宜没好货往往是准则，别因一时省钱把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都搭进去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有点怕了，让我们再总结一下。猪脑高胆固醇，吃了伤脑又伤心；猪肝累积毒素和重金属，吃多容易中毒；猪腰本是肾脏滤毒器官，吃下去等于毒上加毒；猪肺好比吸尘器的滤网，藏满灰尘病菌；猪大肠就是粪便通道，里头细菌和寄生虫卵密密麻麻；猪淋巴肉则是剧毒集中地，连猪自己都不碰的东西。或许有些朋友会想，以前缺乏物资的时代，猪的哪个部位我们没吃过？上一辈从小吃到大，也不是好好的吗？现在怎么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？但别忘了，现在的养殖环境和过去大不相同。现代集约养猪用的饲料添加物更多，空间狭小，猪只容易生病打药，它们体内累积的有害残留也比过去多得多。再加上许多健康问题不是当下吃了立刻发作，而是日积月累到中老年才爆发。您年轻时吃了没事，不代表它们真的无害啊。与其心存侥幸，
不如未雨绸缪，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习惯，避开那些对身体负担沉重的部位。听完今天的分享，希望您对那些看似美味，实则暗藏玄机的猪肉部位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如果您家里冰箱还存着什么猪内脏、猪头肉之类，不妨重新评估一下要不要继续吃。健康是一辈子的财富，真的值得我们谨慎对待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所有猪肉只能吃瘦肉，其他一概不碰，而是希望大家挑对部位，适量适频的享受美食。像瘦肉、里脊、梅花肉这些相对安全的部位，蛋白质高又美味，是更好的选择。不贪便宜买来路不明的廉价肉，不冒险吃那些存疑的器官，您的身体会感谢您的明智。最后，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个约定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从今天起尽量避开这些猪的危险部位。如果您觉得这些知识对您有帮助，也请分享给您身边爱吃猪肉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知道如何避开饮食中的隐形炸弹。我们的频道也会持续提供这类实用的健康知识，别忘了按赞这支影片并订阅支持，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更健康的未来。祝福大家都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吃得安心，活得开心。我们下期再见。